Steam 出新硬件了，是个手柄，卖700块，刚出几个小时就全网断货。我这个也是我半夜狂按刷新键抢到的。它这么贵却这么火，一半是因为 Steam 一直以来的口碑都很好，一半是因为它还真的挺特别的。如果你是 G 胖瞄准的目标用户，它甚至会是一个超越所有其他手柄的终极选择。所以这期视频会完整的告诉你关于 Steam Controller 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各种功能特性，以及最重要的，它到底值不值得买。外观 Steam 手柄是一个对称布局的全功能 PC 手柄，摇杆位置左右对称，按键是 ABXY， 额外有几个 Steam 主题的按键，背后有4个备件，没有3.5毫米耳机孔。哦，你说它是什么？它是一个螺丝孔，一看就方便拆机。和其他 PC 手柄不一样的是，这2个继承自 Steam Deck 的触控板。也因为它俩 ，Steam 手柄外形整个很方很宽大，摇杆的位置也被挤到了有点不那么好够的地方。这是我们180大手同事拿着的时候的样子，会感觉有点极限，不那么舒服了。但是这个不好够，对于本来手就小到不太能够完整握持住的人来说，其实没那么难接受。说实话，我上手还挺习惯的。这一对摇杆还挺有科技含量的，它叫做 TMR 摇杆。你可能听说过几乎不会漂移的霍尔摇杆 ，TMR 呢就是霍尔的下一代，更准确，功耗更低，而且也几乎不会漂移。可能是因为体积大，所以重量也比常规手柄要重一些。好处是换来了超长的游戏续航 ，Steam 手柄大约是能够持续玩30几个小时的。我感觉 PS5 手柄差不多6小时就不行了。手感整体来说就是还可以，按键都是薄膜开关，摇杆很丝滑，就是背键稍微有点容易误触。握持感的话，比掌机的 Steam Deck 要好一些，但是和第一方手柄比还是差了一点。做工也是，表面质感也差一点点。说实话，它有点像从中间切掉了屏幕的 Steam Deck， 嘿嘿，和 PS Portal 的设计思路正好相反。然后是兼容性 ，Steam 官方的说法是只支持所有能安装 Steam 的操作系统，也就是说它不支持 PS5、Switch 和 Xbox， 也不支持 iOS 和安卓，但是支持 Windows、macOS 和 Linux， 当然也包括 SteamOS。这个兼容性其实能够很好的体现 Steam 手柄存在的意义。一般的手柄都是为了主机游戏而生的，顺便兼容一下 PC， 而 Steam 希望做一个专门为 PC 游戏而生的手柄，所以它还得有普通手柄没有的东西：触控板、Puck 和连接起一切的 Steam Input 软件。触控板乍一看感觉和 Steam Deck 的触控板差不多，只是锦上添花，可能一个月用不上几次。但在 Windows 上，触控板就是雪中送炭了。Steam Controller 其实不是 Steam 推出的第一个手柄，它才是。触控板的占比要更大，甚至把原本的方向键、摇杆都挤没了。Valve 之所以对触控板这么执着，是因为 PC 游戏想要进入客厅接上电视，但又没有键鼠可以依赖，那就必须要让手柄完成大部分操作了。然后是 Puck， 就是 Steam 手柄自带的小 2.4G 接收器，这个东西简直 fucking amazing。它同时有磁吸充电的功能，输入延迟比蓝牙低不少，信号非常好，而且一个 Puck 可以连接4个手柄。最重要的是 Puck 配合触控板彻底改变了客厅 Windows 游戏的交互方式。首先第一步，把 Windows 唤醒。这要是在以前，你必须跑过去按一下开关，但 Steam 手柄不一样，它默认状态下是不被电脑识别成手柄的，而是键鼠。而且通过 Puck 连接的时候，它还是 USB 键鼠，你可以坐在沙发上用手柄唤醒 PC。是不是很爽？电脑刚启动的时候，右触控板是鼠标，左触控板是滚轮，左扳机是右键，右扳机是左键。A 相当于回车 ，B 相当于 Escape， 上下左右就是键盘上的上下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 Windows 界面里做一些简单的操作。这之后再按一下 Steam 键，就会唤醒 Steam。Steam 运行的时候，手柄就会有更多的功能，比如换出虚拟键盘，再按一次 Steam 键。
就会进入 Steam 大平板，像 Steam Deck 一样的界面。这个时候呢，手柄就会进入正常的主机式交互了。触控板交互 UI 的使命就此完成。如果你还是非得用鼠标的话，比如说有什么软件弹窗，那还是可以按住这个点点点键来触发触控板的，还可以这样切换窗口，也可以用触控板来按虚拟键盘，两个手指一起，还挺快的。长按会显示你能用手柄触发的各种其他快捷键，还挺多的。全程操作不用起身，这已经是目前最接近游戏主机即插即用的 Windows 体验了。进入游戏以后，触控板的表现就和 Steam Deck 上差不多，随着滑动，底下有马达震动带来反馈，每个地方也都可以按下去，可以玩一些专门为键鼠设计的策略游戏。我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同事说，这个触控板用来玩黄油很方便。哦，对了，这个触控板当然不只是能够用来当做鼠标，它还可以配置成其他的按键，键盘上的按键，比如数字1、2、3、4、5、6用来玩 MMORPG， 甚至可以触发游戏里的特定功能，比如 Doom Eternal。正常切换武器是组合按键加摇杆，但是我可以直接触摸触控板触发武器轮，松开确定。正好我们就来说一下允许我们无限自定义 Steam 手柄的软件神器 Steam， 对，就是 Steam 本身。因为 Steam 手柄默认被识别成特殊的键鼠，所以必须打开 Steam 它才能够像手柄一样工作。 Steam 本体就是手柄的驱动， Steam 能显示手柄的电量、更新固件、显示无线信号的强度，甚至像找不到电视遥控器一样，你可以在 Steam 里呼叫你的手柄。有种 Valve 强行给大家的 Steam 客户端塞了好多垃圾代码的感觉，不买手柄的话根本用不上。刚刚说到自定义，我猜大部分人和我一样，太复杂了，我好懒啊，我就干脆用默认的呗。但其实也不太需要去研究，直接用别人的就可以啦。因为 Steam Deck 已经卖了快800万台，所以 Steam 里很多热门游戏都已经有很多人上传了自己做的自定义配置文件，就在手柄设置的社区配置里，而 Steam Controller 一出生就可以直接捡这些现成的用。举个例子 ，Steam 手柄和 Steam Deck、Switch 一样，都有陀螺仪的功能，允许某些游戏调用陀螺仪来在射击游戏里瞄准，弥补了摇杆不够精确的问题。Splatoon 系列就是这样的，陀螺仪瞄准其实很棒，非常接近鼠标的精确程度，也很符合直觉，但支持的游戏并不多。但没关系，我们可以直接下载别人配置好的陀螺仪设置，在2077里可以一触摸触控板，陀螺仪就会模拟鼠标移动，更好瞄准了。幸福工厂模拟键鼠的配置已经有10几万小时的游戏时长了。Steam 手柄背后的握把额外增加了触摸感应条，叫 Grip Sense， 还可以配置成触发暂停，自定义程度非常高。配合着触控板，我觉得 Steam 手柄算是攻克了大部分手柄来玩 PC 游戏时会遇到的难题了。当然，一切的前提是你要玩的游戏全部都在 Steam 上。Steam 手柄竟然真的只可以给 Steam 用。如果 Steam 没有在运行，手柄根本不被识别成手柄。如果你想要用它玩你积攒的 Epic 商店、XGP、GOG 或者模拟器游戏盗版游戏资源，默认是根本用不了的。要么你就作为非 Steam 应用一个一个添加到 Steam 里，从 Steam 打开；要么就是下载这个叫做 Caesar 的开源插件，同时在后台打开着 Steam， 其实都挺麻烦的。更不要说它也没有办法给任何游戏主机使用，这个兼容性加上700元的定价，让它真的很不容易推荐给所有人。700块能买一个 PS5 手柄，再额外加一个 Xbox 手柄，第三方手柄能买好几个。何况跟 PS5 手柄比，它还没有自适应扳机，还不是全面碾压哦。如果你只是需要一个和键鼠配合的玩3A 游戏用的游戏手柄，那还不如去看一看第三方手柄呢。但如果你希望让一台游戏 PC 取代主机，成为客厅游戏的中心，又不想搞很麻烦的键鼠，那除了 Steam 手柄，你还真的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我觉得700块的定价对于这个 Steam Controller 来说，算是刚好踩在了那个性价比的临界线上，再贵一点就有一点坑了。只有真的非常需要它的这些独特性的人，才会觉得买的很值。但话又说回来 ，Steam 手柄本来就不需要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产品，它是要配合 Steam Machine 打包上市的。只是因为内存危机，手柄才先放出来了。结果一个手柄就可以让客厅 PC 游戏体验有这么多的变化，就让人更想期待之后的 Steam Machine 了。